여기야 여기야 가야 가야 가야。尼布楚条约，大清和沙俄在1689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。该条约也被指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代替清朝的国际法文件，并一度阻止了沙俄的东扩。条约中的东北，广义上是现在的东北地区加上外东北的总和，包括外兴安岭以南、乌苏里江以东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片土地，亦是清朝满族的发祥地。而狭义上的东北指的是东北四省。这一个系列，我将从狭义上的东北探索至广义上的东北，涵盖现今中国的东北四省、蒙古以及俄罗斯。那么，跟着阿珂的镜头谈古论今。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。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呢是从去边疆系列开始关注我这个频道的。接下来呢就是去边疆系列的第2季啦，我将环游东北边疆，去看看以朝鲜、俄罗斯、蒙古接壤的边界线。现在呢就从深圳机场出发，前往去边疆第2季的第1站，东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文化中心沈阳。沈阳，一座拥有2300年以上的历史古都，经过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、北洋、民国，是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。1625年，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落后迁都于此，改名盛京。再到吴三桂引清入关后，清朝迁都北京，沈阳改为陪都。民国时期，亦是奉系军阀张氏父子统治东北的中心。1929年，张学良在东北易之后，改名为沈阳市，现今面积12860平方公里，人口914万，属温带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。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，终于来到了沈阳的桃仙机场。其实本来是6个小时就能到了，结果在那个舟山机场延误了4个小时了。沈阳古称奉天圣经，在整个中国史中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。在满清入关前，也是作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。在民国时期呢，也是张作霖以及张学良奉系军属的中心。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近代史的918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的。这个桃仙机场还建设的不错的啊，而且呢，这里是有轨电车、有出租车、有巴士，也有地铁的，交通非常的发达。那我现在先去坐地铁到市中心去吧。这是沈阳地铁的预览图，可以看到沈阳地铁呢是有5条线啊。现在呢，我是在这个位置，机场这里，我现在要坐到怀远门。这边买票是很方便啊，点到我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选择购买的多少张，然后呢支付方式可以扫码支付的。这是单程票啊，价格是6块钱，这是沈阳地铁卡。已经出地铁了。这个站呢就是怀远门站，我身后呢就是怀远门，是修建于1631年的。这一时期呢也是后金的努尔哈赤，也就是清朝的皇太极啊，在1625年呢迁都到了沈阳，改名为盛京。然后呢当时呢就把沈阳扩建了。这个怀远门呢也就是当时的8座城门之一，但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怀远门跟辅进门了。现在呢已经走到了城区里面啦，这里呢就是怀远门3个大字啊。这个门呢是在1930年就被拆除了，是在1994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啊才重新在原址上面所修复的，当然是扩建过的，所以这个门也不是原来的样貌了。为了缓解交通的压力，所以说也是变大了啊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以前老城的老城区啦。这个老城区的外观看着好新啊，有很多这些摄影馆，你看都是一些清朝的服饰。走在路上真的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，很多清朝的格格。到我住的地方啦，奉天故里，这里挺有感觉的啊。奉天
221。我看了评论说这里呢是以前奉天青年军官俱乐部的旧址，这边呢是公共区域啊。对对对。哦，挺漂亮，挺大的。我订的呢是小木屋房，这边建的都是好有感觉，但是它是公共的洗手间、卫生间。这是我订的房间，比较小小的一个榻榻米，价格是70人民币。行李放好了，出来找点吃的啊。这个位置非常的好啊，前面呢就是沈阳故宫了，才几步之遥。我现在先去中街那里找点吃的，中间呢也是老城的购物商业中心。哇，晚上是相当的热闹哦。这是刘老根大舞台吗？哎，去这里看一下吧。前面就是步行街了。这个味道对了啊，大大的2人转，这边还在开直播的呀。这太有特色了吧！我还以为是2人转，结果是在搞直播啊。直播间应该有个1000多人吧。他现场也很多人啊，气氛不错的，到处都是有人在直播，这里又是有个在直播的。沈阳在历史上呢，也是少数民族跟汉族轮流统治的地方啊，所以说这里呢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，美食也是非常的多的。这呢是当地的一种美食，清蒸马家烧麦，我点的是一个牛肉的烧麦，价格呢是25有8个，有点像上海的汤包啊。还点了一份牛杂汤，价格是15，但它是什么调味料都没有放的，要我自己去加调味料了。它这里有很多的调味料，先试一下清汤的。确实是什么味道都没有啊，需要加调味料，但是它没有那个膻味的。这加在一起呢是40，但要加1块钱的那个餐具费。这是把广州的那些广东的陋习啊都带到了这边来了，还不错，来的话可以试一下啊，中规中矩。感觉整个中国都同质化了，这里也有那种东门的既视感。你好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哪个比较好的？中街烙印有烙味的。那就中街烙印吧。啊，好的。中街烙印。是淡淡的那个奶酪味，不是那么浓的，味道还能接受，不是特别甜。沈阳鸡架。沈阳鸡架，那帮我拿1份吧。你要哪个味儿的？有什么味呢？沈阳最有名的就是糖醋。那就糖醋了吧。又点了很多沈阳的特色小吃啊，这个雪棉豆沙，它是起源于东北的满族，是清朝宫廷的一道名菜啊。它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啊，它是用的蛋清再加面粉，里面包裹着豆沙这些的，然后是用油来松炸的方式制作而成的。我点了3瓶，就是有豆沙，然后还有冰淇淋，还有榴莲的，一份呢是20。这一份是冰淇淋的，它外面是有点酥脆啊，然后呢就有点像面包的感觉了，里面是裹着料。它这个面皮呢，口感跟我们普通的面皮口感又不一样啊，加了蛋清在里面的。试一下这个。豆沙的口感会更好啊，其他2种呢是改良的，豆沙呢才是最正宗的。再来是他们的鸡架，我点的这个鸡架呢是糖醋味的，但它这种包装呢都把它给压碎了，形状不好，但味道很不错。沈阳呢天黑的比较晚啊，但亮的也比较早啊，早上4点半就出太阳的。现在是5点多的沈阳早市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现在才5点半，这边这个葡萄是10块钱3斤，也挺便宜的啊。这边都叫喊的好厉害啊！
10块钱3斤。桃子也是10块钱3斤哦，都好便宜。10块钱3斤。像这个应该是白瓜吧，才1块5哦，这个才1块啊。像这边裤子、衣服都是39，其实就是一个赶早的菜市场。就老年病的这个管这个的，路边这管手麻、脚麻、手抽筋、脚抽筋的啊，是缺钙的。然后那个什么呀，是浑身上就是湿气大的啊。这2个酒功效不一样，都是60度高粱酒泡到50度了，纯粮酒啊，你尝尝。路边酒怎么卖？这卖48一斤啊，厂家做广告是21一斤啊，对，这个呢？这个是38一斤的，也是21一斤打广告的。早市里面的早餐店豪华，你看到这边的豆奶呢是吃咸的，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吃甜还是吃咸的。乖乖，可爱可爱，有花就开，鱼乖乖，泪乖乖，快笑起来，笑得飞起来。这个好像是烟丝啊，这个是芙蓉王，还有黄鹤楼、冬虫夏草，价格都是100块钱1斤。这一个玉米是2块钱，很本糯啊。这里还有卖海鲜的，种类真的好丰富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新鲜啊，真的是现杀的啊！这边还有2手的跳蚤市场，生意还不错啊。看我在这边淘到什么了？对，没事。谢谢老板啊。这个是成龙的风流本色啊，当时买的时候是30块钱买的啊。最后面呢10块钱拿下啊。成龙应该不会告我吧？哦，真的太精彩了，太八卦了！你看，哦，什么都有哎。我感觉陈冠希跟成龙比还差得远啊。早知道找老板要个黑色袋子哦，拿到这本书走，大家就感觉好像我拿了一本黄书似的，很多人看过来啊。我现在来到了沈阳故宫，又称盛京故宫，它是清朝初期的王家宫殿。它不仅是中国仅存的2大王家宫殿建筑群之一，它也是中国在关外唯一的一家王家宫殿啊。清朝迁都到北京之后呢，这里呢就变成了留都或者是陪都了。沈阳故宫总占地面积63272平方米，始建于努尔哈赤，皇太极继位后进行了扩建，并改国号为清。入关迁都后，这里被作为陪都。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都相继东行，也就是常回家看看。沈阳故宫呢是经过了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和乾隆3个建造时期，时长是有158年的啊。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沈阳故宫的布局图，它这边呢是分为东路、中路和西路3个部分的，东路呢也是最早的，是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，当时呢是用来作为庆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，而中路呢是清太宗时期续建的，是当时皇帝的政治活动中心和他们后妃的居住场所。而西路呢，则是清朝皇帝东行盛京的时候啊，然后在这边用来看戏、读书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地方。这里呢，可以直接扫码买票的，价格呢是50块钱，然后也可以扫码来购买这个中英文的讲解的，价格呢是12块钱。往里走。这里呢就是沈阳故宫的检票处啊，也是正门大清门。是在清太宗时期文武百官和皇帝必经的通道啊。从大清门一进来呢，这边就是崇政殿，就是清太宗时期的建筑了。叫崇政殿，也称金銮殿，是皇太极时期用于日常临朝和召见外藩使节的主要场所。它呢是东北普遍的硬山式建筑，面阔5间，坐落在1米多高的砖石台基上。殿前的红色檐柱都是方的，柱顶各有形象生动的木雕龙头探出，它们也叫龙形抱头梁，两两相对，龙身和龙爪呢则在廊内，既起支撑作用，又是别出心裁的美化。
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它呢与这个方柱啊都是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建筑形式，这也是北京故宫呢所没有的。在崇正殿的月台两侧呢，放着日晷和嘉良亭，围起来的那个日晷和嘉良就是古代的钟表和量具，也代表着皇帝啊从时间和空间上掌管着统治，也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我们面前的2层楼阁，还有后边的呢，就是对称的，叫飞龙阁和祥凤阁。他们俩呀，就是来放皇家文物用的。乾隆年间呢，运往的10万件文物都储藏在这里。它呢，与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一样，就是来放皇家文物用的。里面的展览也可以回来自行观看。我们呢，要去东路。可以看到很多游客呢，穿着清朝格格的服饰来这边游览拍照的。从崇正殿的右手边走过来就是大正殿，这里呢也就相当于是努尔哈赤当时办公的地方，旁边呢就是十王亭，也就相当于是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。沈阳故宫呢也相当于是清朝的奠基之地了。努尔哈赤呢，也就是统一了女真部落啊，建立了大金。1643年呢，6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在这里举行的继位大典，并于次年呢颁布了出兵令，京都了北京，完成了清代的统一大业。这里呢就作为了陪都宫殿，每年的冬至、元旦、万寿节3大节日，剩下的陪都官员呢都要对大正殿进行3跪九叩之礼。是的画像，他1626年带领13万大军远攻宁远，就是现在辽宁的兴城，被明军的红衣大炮所伤，不久后便死去了，享年68岁，结束了他11年的在位统治。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4位皇帝10次东巡盛京拜祭祖先，整个盛京皇宫啊都是乾隆时期又有大规模的增建和扩建的。2个殿的殿内陈设、东所、西所还有西路都是乾隆来扩建的。清朝嘛，以孝治天下，乾隆皇帝东巡祭祖呢，都会带上他的母亲。这个东所呀，就是他为他母亲所修建的行宫。我们要去的房间呢叫净典阁，净典阁呢就是当时啊来放玉牒和玉册的地方。那什么是玉牒和玉册呢？就是皇家的族谱，我们现在的户口本放在这里，但是这里面呢现在是1比1复原的，真的呢在辽宁省档案馆。这个玉牒啊，它分为红党和黄党，也就是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。黄党爱新觉罗家的直系亲属，红党呢就是旁系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家谱太厚了吧？它呢是每10年修缮一次，谁在位的时间越长，谁修的越多。因为康熙、乾隆在位时间最长嘛，修的也最多，一共呢修了28次。这里是盛京皇宫嘛，祖先的发祥地，并且呢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呢，每次北京修完，这里送往一份。玉牒亭来城，骡车来拉运到这儿需要20多天。最后一次来呢是光绪的时候用的新型交通工具火车运到这儿需要4天。这个就是黄皮直系的黄党，它非常的厚，但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因为每次修的时候，从上到下都从抄一份，也是越抄越厚。这呢就是一个镇馆之宝，国家的1级文物。它呢是清雍正年间的青花红龙大盘，正面呢有5条龙，背面有4条龙，加一起啊就是9条龙。因为皇帝嘛他是95至尊，所以呢就是9上背面看看，背面有4条。往下走呗。龙呢在这个海水里追着这个火焰珠，它有着蛟龙出海的寓意。这个展品呢是每3个月一更换的，今年是龙年，就把它放到了这里。像咱这边的导游，他也是要考级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般都是由，也反正就是都经过培训才能上的。副使的甄嬛皇太后的书房。这里是甄嬛啊。那祭祖的时候临时居住的地方，皇太后祭祖住的地方。屏风呢上面雕刻的是百鸟朝凤，之前呢是紫檀木雕刻，但是这些呢都是后期的复制品。像这边的故宫啊，跟北京的故宫，你说的建筑风格上面就是有什么区别呢？因为沈阳故宫主要就是满族的建筑风格。就满族建筑风格是什么特点？口袋房、万字炕、烟囱立在地面上。我们上后宫都会看到。当时呢，这里男子不可以进入，只有女子才能进来，就是大臣的女眷的。门口这2个大缸呢，就叫做门海，古代的消防设备灭火用的。这个门呢叫做福禄门，红的呢是福，绿的呢叫禄，福禄。对着这个颐和殿有着健康有福气的意思。这个门槛呢有个说法叫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红的呀是大门，绿的呢是二门。那为什么这个门槛要修那么高呢？因为古代人认为呢，门槛越高代表着地位越大。
左右两边的假山呢，原来是阿哥所，东巡的时候皇子居住的地方，但是后来呢被拆毁，就换成这两个假山。门口的两个石墩呢，叫做拴马石，古代的交通工具，它不是马，用来拴马用的。这个是东所，下面我们要去中路。中路呢是沈阳故宫的主要使用部分，都在这条中路上了，以大清门、崇政殿，还有后面的凤凰楼和台上五宫为主体，也就是皇太极和他的妃子们所生活的后宫区域。1626年继承了汉位，与代善、阿米、蒙古尔泰三大贝勒共同执政，10年时间呢，以自己独特的汗王权力和地位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力。1636年，在这个金銮殿内，皇衣称朕，面南独尊，改国号后金为大清，改年号天冲为崇德，改族名女真为满洲，正式接受了群臣的拥戴，成为了清王朝史上第一位皇帝。它之所以改呢，就是因为明在五行中呢是属火的，清和满属水，有着清一定的灭明的意义。我们面前的3层楼阁呢，叫做凤凰楼，1层是连接大殿和后宫的主要通道，2层呢是皇帝和后妃宴饮小憩的地方，3层呢就是整个圣丁皇宫的制高点了，楼高近30米，登楼可以俯瞰整个圣丁皇宫的全景。宫高殿低，和北京故宫是相反的，北京故宫是殿高宫低，因为以前满族人的生活习惯就是防御野兽的侵袭，就喜欢把宫殿建得高高的，办公用的大殿建在平地上，就是一种生活习惯。那怎么称呼您呢？还不知道。我姓王。哦，姓王。你是满族的还是汉族？我是汉族人。哦，汉族人。我看你都背得好流利啊。出口成章的。干时间长了，自然就熟悉了。哦，你干这个多久了？干了快1年了。啊？1年。哦，1年。哦，你像你这样每天要接很多的客户啊？对。一天要接多少个团？ 6、7、8场也不太确定。哦，6、7、8、10。6、7、8不是10。哦 ，OK， 6、7、8，那相当于下班时间也很早了。现在就5点下班。啊，5点。5点这里就闭馆了。哎，有很多地方可以都去逛逛，张学良旧居也可以去看一看。对，我这那里我也打算去的。像沈阳是什么是特色的小吃？鸡架。鸡架。拌鸡架、烤鸡架，各种鸡架。我昨天试了那个糖醋鸡架，还不错。是吧？还有那种熏拌的，拌的也好吃。哎，我昨天吃那个叫什么绵密豆沙，它也是这边。雪绵豆沙。哦，对，雪绵豆沙。是东北的特色。锅包肉。锅包肉还没试。锅包肉可以尝尝。哦，好。皇太极一共有15个妃子，中间是皇后，旁边4个呢是宠妃，不受宠的5人一间，住在冷宫里面。这里呢，主要就是一个祭祀的场所，他们信奉一种多神宗教，叫做萨满教，萨满祭祀。有个特殊的仪式呢，叫领生，拿一个黑色无杂毛的活猪，把水或者酒灌进猪的耳朵里，如果猪摇摇头呢，证明神收到一份礼物了，可以开始祭祀。门口杀猪，中间按桌下跳大神祭祀。北侧呢有2口大锅，就是当时煮猪肉用的，清水煮白肉，没有一点味道。参加这个祭祀的大臣呢，都会被分食，也叫吃福肉，谁吃的越多越忠心，越有福气。没味道嘛，大臣在袖子里偷偷藏盐，被发现可是要砍头的。后来呢，换一种方法，袖子浸泡在盐水里来吃这个猪肉。旁边分隔的房间呢叫做东暖阁。1643年，52岁的皇太极坐在这个房间里的南炕上，无疾而终，坐着突然就去世了，没有一点征兆。以前嘛，注重与蒙古族的联姻，他的皇后和妃子们都是来自于蒙古族，其中关雎宫的纯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海兰尊，她呢是皇太极晚年最宠爱的妃子，26岁嫁给皇太极，后来者居上，宠冠群芳。不久后呢，诞下了个小皇子。皇太极高兴了，大赦天下，想立这个孩子为太子。但是不幸的是呢，小皇子只活了7个月就夭折了。陈妃抑郁成疾，当时皇太极在百里带着锦州前线打仗，听到陈妃病逝的消息，连夜赶回圣丁皇宫，跑死了好几匹马，也没有见到心爱妃子的最后一面。以后不出去打仗了，但是每次路过陈妃的墓地的时候，都会大哭一场，因为这是他那最宠爱的妃子。关雎2字也是取自于爱情诗句中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关雎2字。这里呢，来到了永福宫。
永福宫啊就是孝庄居住的地方，中宫的哲哲皇后是她的亲姑姑，关雎宫的陈妃海兰珠是她的亲姐姐。这种姑侄共侍一夫的习俗啊，在当时的清朝很常见。因为哲哲皇后生了3个女儿，为了巩固蒙古家族的地位，侄女们都送进宫中想生个儿子。庄妃最开始呢也是生了3个女儿，最后生了顺治皇帝福临，母凭子贵，地位就上升了。顺治皇帝在这个房间里出生的，这个炕上有一个摇篮吊了起来，注意一下。东北嘛，常说有3大怪：大姑娘叼烟袋，窗户纸糊在外，养不孩子吊起来。这个就是吊起来，怕野兽把孩子叼走，吊起来养。里面是居住，外面是用来会客、礼佛、用餐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侍女居住的地方，随叫随到就在这里。这2口大锅呢，它不是用来做饭的，是用来烧炕的。以前的取暖设备，锅里添满水来烧炕。这呢就是第2个传统满族建筑特征，万字炕，也称拐弯炕。左右两边呢就是起居坐卧，这个方位啊，在古代都是神位。这个呢就是一个佛像，里面用来会客、礼佛、用餐的地方。对，这呢都是传统的满族建筑风格。的宫殿呢叫灵趾宫和延庆宫，他们俩呀都曾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附近，但是在皇太极和林丹汗打仗的过程中呢，林丹汗输了，走死在了青海的大草滩上。这2位后妃呢，就为了求保命，2婚改嫁给皇太极。住在灵趾宫的呢叫纳木钟，延庆宫的淑妃啊叫巴特玛早，她们呢都是来自于蒙古族的美女。关雎宫的陈妃也是2婚改嫁过来的。以前的皇帝呢不在乎这种事情，他只在乎联姻嘛，满蒙联姻。妃子呢也都是来自于蒙古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去后花园。这个呢就是当时5人1间的冷宫。我们看墙上这种花纹的图案，就是透气口。有句话说：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地下有烟道，烧炕的烟在上面排出去，它呢也有着一统天下的意思。烧炕排烟。这边呢，我们去后花园。沈阳故宫的后院和北京的后院也是有很多的区别的。沈阳故宫的后院呢，主要就是一个生活服务区，储藏粮食、加工粮食的，而且呢，都是1987年才恢复到现在的样貌。当时失火了，有一场雷火，后面都被烧毁了，都是后期来修复。黄色琉璃瓦镶绿色剪边，而北京故宫的瓦片呢，都是全黄色，也是皇权的象征。像绿色剪边呢，是因为满族它是游牧民族，对草原的绿色呢有着无限的眷恋，就在这个黄色的琉璃瓦呀，镶了一圈这样绿色的剪边。古代的御膳房，前面的叫碾房，这个呢叫磨房。当时嘛，乾隆皇帝在盛京皇宫内是并不常住的，这里呢就是他准备加工祭祀食品的主要场所，也就是现在的豆腐房。里面就是做豆腐的一套流程，可以去看一看。夏天一般就是从6月份它几乎就开始热起来了，6月份一直到快到9月份，它都是一直热的。哦，那也很短，就几个月。四季还是很分明的。沈阳1万多名上的前面呢就是西鲁沈阳故宫最晚期的建筑，是乾隆46年到48年修建的，主要呢以文素阁为主体。文素阁啊是乾隆皇帝为了贮藏4库全书所修建的7座藏书阁之一的沈阳故宫文素阁，就是那个。这个墙呢，它叫做影壁墙，也叫照壁墙，就是以前用来挡煞用的。大户人家的家里呢都会放一个这样的墙，有着挡煞的作用。4库全书啊，是乾隆花费10年时间收集和编撰的一个大型百科全书。它呢分为经史子集4部，有36000多册，79000多卷。乾隆皇帝为了让文化广招天下，召集了全国4000名秀才来抄录它，其中一部呢放到了文素阁里面。这是以前的图书馆，百度百科。对，图书馆。来，我们看面前的碑呢，就是文素阁的附属建筑文素阁碑亭。碑的阳面啊，记录的就是文素阁记；碑的阴面呢，记录的就是宋孝宗论，分为满汉两种。这个房子呢是文素阁，我们绕到正面去看，它呢是仿照浙江宁波著名书法家范钦的天一阁所制，格局非常讲究，外2层，内3层，面阔5间半，其中半间呢是楼梯间。它与其他宫殿不同，瓦片不是黄色琉璃瓦镶绿色剪边，檐柱也不是红色，檐下的彩绘呢也不是龙凤图案，而是白马线书、如意书卷跟书籍有关的。它以这种黑绿色为主体色调，因为嘛龙金红呢在五行中是属火的，放书的地方啊最忌讳起火，这种颜色呢可以有着防火的意义。
这里面的书和书盒子都是复制品，只有书2是真的，里面的四库全书呢也不在这里了。经故宫则是汉文在左，满文在右，因为古代人呢以左为大，以左为上。入关前为了凸显自己的民族地位，就把满文放到了左；入关后呢，为了拉拢汉族的朝廷官员，就把汉文放在了左，满文放在了右。中间一根棍儿，旁边都是刺儿，加上圈合点就是满文字儿，这个呢就是满文结束了。这边呢是书口，好了，结束了。辛苦了。你要不要最后做一个简短的？别，我不好意思。或者就说一声再见什么都好。那行，谢谢。行，好嘞。沈阳故宫呢，跟北京故宫比起来呢，就没有那么的雄伟啊。它大概花1个小时就能逛完，但它带给我的体验是完全跟北京故宫是不一样的，非常值得大家呢来这里亲自的来逛一逛啊。大家可能觉得满清闭关锁国，皇帝都很愚昧无知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特别是近几十年，然后对满语的研究啊。历史学家呢发现了一些颠覆我们认知的事情。乾隆皇帝呢，他不仅知道西欧的工业革命，他也知道法国的大革命，他更知道大英帝国的日不落帝国，它的军舰呢是遍布全球的。乾隆的特务组织更是预测到清朝未来最大的敌人可能是俄国。乾隆的爷爷康熙和法国国王路易14世是笔友，经常互送礼物，而他本人更是喜欢法国，在宫里养了2位法国传教士，一位叫蒋友仁，另一位叫钱德明。蒋友仁的书简记载，乾隆详细询问欧洲各国的关系，还了解荷兰的共和制以及英法西普的大航海，更知道法国大革命。法国大革命4年后，英国使团大规模来访时，乾隆毫不犹豫拒绝了与英国的通商。乾隆怕的是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被汉人知道，怕他们爱新觉罗家的江山不保，长期的愚民弱民，防汉重于防洋。这也导致晚清8国联军入侵时，那么多老百姓去扶梯子，火烧圆明园中，老百姓也占了多数。从沈阳故宫呢，大概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这里了。这里是张学良旧居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张作霖的官邸，所以说呢，又称大帅府、少帅府。它总个占地面积呢是有5.3万平方米的。前面那个呢就是大青楼，旁边这个是小青楼，也就是张学良和张作霖办公的地方。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居住区。1进、2进、3进院，在旁边呢，那边红楼群那边呢，是因为9·18事件发生，所以说它只是打好了地基，还没修好的。然后往右手边看，出去之后呢，旁边就是赵一荻、赵氏的故居，所以说张学良对赵一荻还是很喜爱的啊，给他修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离得这么近。我们先从大青楼来逛这里吧。张作霖、张学良2父子，相当于是民国的半部历史了。这个大青楼呢，是在地上是有3层，在地下呢是有1层的。这里呢也是曾经张学良主政东北事务的地方。这里呢就是老虎厅，因有2只老虎标本而得名。著名的杨长事件就是发生在这里的。张学良呢就在这里处决了他老爸的2名大将。在老虎厅的旁边就是原东北政务委员会办公室，这里呢也就是标志着东北3省然后归民国管理啊，就是东北易帜，就是发生在这里。所以说呢，说这里呢是半部民国史也是不为过的。从他们办公室那边走过来，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寝室，一个休息的地方，我看了也不是很大。从楼梯呢上到2楼，看到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张学良跟于凤至的卧室跟起居室。
当时张学良跟于凤至呢，就是在这里不置银元的方式来决定杨常的生死啊。当然，这段问卦他讲的比较的离奇，我就不复述的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是足以影响整个中国命运的事情，就发生在了这么小的一间屋子里面。就当时918事件之后呢，关东军呢就是在这里搜出了张学良行贿日本政客的证据，一张50万银元的收据。也因为是这样子，才导致了少壮派，得知啊日本彻底的偏向了少壮派，连黄道派的首相都被刺杀了。也就相当于日本彻底的走上了军国主义。918这个事情，我是判断错误，我已经得到了情报，就是日本要挑衅，首部抵抗主义，我下一个命令，在918以前，我的命令是大概是9月，我是在医院里下的命令，9月我忘记了，反正918以前，我给东北说日本来挑衅，我们不要跟他抵抗。918事变前夕的日本正处在以手下全养义为首的黄道派对少壮派的弹压，关东军未赶在日本政府命令之前动手，发动了918事变，以至于当时冲进沈阳北大营的一个营的日军500人，连武器都没来得及带，赤手空拳就冲进了奉军最精锐的驻扎地北大营。这么说大家可能没太多概念，当时的东北军是全国装备最好的陆军，空军更是全国排名第1。民国的中央军只有50架飞机，而东北空军则有260多架，飞行员还都是留法的。1万对30万的敌我巨大悬殊情况下，却选择了不抵抗，更是被关东军收到了张家行贿日本政客的证据，让少壮派在国内成了英雄，黄道派的首相都被刺杀了。至此，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。在大青楼旁边呢，就是有3个这样的四合院啊，是当时张作霖仿照清代的建筑所修建的，也是当时他的取机办公的地方。后面大青楼修了之后呢，办公地方就搬到了那边去了。大青楼的旁边呢，就是小青楼，是张作霖的第5夫人寿喜夫人，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位夫人的居住的地方。你看多么喜欢他，把这个居住的地方建在了这么重要的位置。然后在这旁边呢，就是赵玉翟赵氏小姐的故居，就是张学良最喜欢的女人的地方啊。很不幸啊，赵氏小姐的旧居现在在维修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对外开放。你要是38或者48，这个套票是包括了吗？有哎。请下票。在张学良旧居旁边呢，就是沈阳金融博物馆。这里呢，也就是曾经的边业银行，也是张氏控股的。但是在1925年呢，边业银行在天津落成，后面呢，在1930年又在这边开了另外一家。边业银行呢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金融机构。这边呢是讲它的股权架构，可以看到张作霖、张学良也在目的。往这边看是它的银行档案。哇，当时就有发行他们的纸币啊，可以看到。这么一整天逛下来呢，感觉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面前一样啊，亲临其境，历历在目，真的非常的感慨，让我想起了当代的历史学家张明说的一句话：现在的历史课名义上讲的是历史，实际上是按照政治课开讲的。